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人，从数据出发到实践中去，打造美股交易的猎人。这个礼拜呢，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的盘面其实是非常平淡的，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礼拜没有发现特别多有激情的时刻。那么市场在这个盘整的过程中，盘整与盘整又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盘整，而在个股会出现不断的轮动和比较巨大的行情，也就是市场情绪。而在这段时间的盘整，就是单纯的、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盘整，市场的机会呢，往往是进入了一些保守的板块。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第一部分，也就是市场上风险的一个积累。那么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我所看到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请您今天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呢，还是这样，市场的概览。那么今天第一个部分主要就讲述我们对于一个指数的这么一个分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讲个股方面，只讲这个哼哈二将。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分析更多的个股，还有一些板块的一些内容，请大家呢给我这个咱们 community 那个 message， 就是 community 咱们社区贴那个底下我给开了一个问题贴，大家呢留言，我呢把大家留言比较多的部分去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再出一期第二部分。那么制作视频不易一周下来很辛苦。如果大家对大家的分析和教育有帮助的话，别忘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好，我们开始。老三样还是老三样。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礼拜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么这个礼拜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当红的这个科技股在这礼拜其实出现了分化。那么我们在盘中其实还讲到了哼哈二将的这么一个走势的变化。那么主要就是看哼哈二将。那我也讲到了为什么我们看的是哼哈二将，为什么看这两只股？因为哼哈二将它代表的就是市场上投机情绪的一种释放。那么它不仅是散户，也是游资，这些非机构投资者最关注的这样的股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礼拜英伟达和特斯拉纷纷走出了超过 3% 以上的下跌，英伟达跌了 7.67%， 特斯拉跌 3.7%。 那么这样的一个下跌那么市场的情绪是非常差的，也就意味着在这个礼拜上我们很难找到那种横盘，在大牛市中横盘，然后个股精彩纷呈，总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机会实际上我们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只有1天和2天，它在日内的话，我们只做特斯拉对吧？然后1天吃了6-7块钱，或英伟达1天吃个3-4块钱这样的机会，之后呢就没有抓到特别好的机会了。从周四到周五这2天都非常的平淡，甚至于说是有一些冷清。那么在这个盘面下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能源板块在这段时间走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能源板块在这个地方是唯一的一枝独秀。那么半导体这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个分化，走的比较弱的，之前像英特尔在这段时间走的比较强。同时软件板块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是这里面有展现出来的就是网络安全板块出来的几个公司的财报都还可以，他们的反弹也是比较强劲的。那么微软因为占据了一些道指或者说比较传统的这些位置，那么微软在这个礼拜的表现是比苹果强。我们来看到另外2方面，第一个就是 AI Sentiment Survey 在周三的数据上，大家看到看多的比例上升到了 42.2%。那我相信随着周四和周五下的话，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些许的一个回调。而且这个数据你不能光看它的一个就是看多和看空的这个情绪的投票，其实还有一个仓位投票了。这个仓位在现在来说也是一个偏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散户在这段时间不仅仅是情绪上比较看多，同时在仓位上也确实是做多比较多。那么这两个信息其实是就需要让大家小心了，这其实是个偏空的。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我们说基金经理人指数它的仓位在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补之后，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卖出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市场上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让人担心的点那么会一一的表现出市场的走势的这么一个弱势，我们是如何化解它，那么这也是其中之一。好，那么
老三讲完之后呢，我们转到技术分析来看一下日线图和它的几些深度指标。好，通过大盘的日线，我们可以看到日线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这么一个多个阳线的这么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上涨。然后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深度的这个跟随不太足啊，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市场让人担心的一个弱点。那么我特别喜欢的，不管是 NAMO 还是 NIMO 这个麦克米兰的指数，其实我发现很多人还在问这个，就好像一个新大陆一样。其实如果老朋友的话，我们这是从2018年就在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好，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底部的形态，如果你要真能抓住的话，那这一波底部你是完全很容易的就已经抓到，而且也讲了很多遍了。然后，但是我们反弹上的这个力度，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黑色的一个柱子和数字都是非常小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黑色的地方小，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在底部向上反的过程中，不是大规模的，就是全方位的产生赚钱效应，而是在这个上涨过程中气血不足。我们其实非常希望的是，市场出现了一个全方位的上涨之后，出现的是一个指数的横盘，而个股精彩纷呈的轮动行情，产生出巨大的赚钱效应的这么一个过程。这称之为猪市，就是说看起来不牛，但实质上非常肥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事，我们指数在这个地方是震荡了横盘了，但是个股一点都没有精彩纷呈，而是什么呢？集中到了一些保守板块，所以这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一个走势，就是这个过程啊，也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我们看到了市场深度的气血不足。一会儿我们会在行情的预测和推演中跟大家讲，如果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对这个这样的 setup 或者说这样的问题进行一个修复。那么我们再看，除了它之外，我们看就是科技板块也有这样。那么再看保守的，比如说我们看 NAMO， 它的市场深度只有一半多的股票是在牛市。那么我们再看 BPSPX 中也是只是恢复到 50%。 那么我们可以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波反弹和力度很大的情况下，而市场的深度完全没有跟上，所以我们在这个再简单说这个结论，就是市场这一波反弹的力度不足，气血不足。从上面的板块轮动我们可以发现，市场上这一段时间只有能源走的是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的其他板块，包括我们说几个重要的板块，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几个板块在这段时间走的非常差的，包括航空板块在这段时间非常差如果你看不清楚没关系，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还有的是什么呢？小型的消费、半导体，还有小型的银行。那么整体上小盘股的表现是远远落后于大盘。那么表现比较好的就是能源那么我们一会儿还要说比较大的机会就在utility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市场上现在这段时间，大家看小型银行我们再看这小型银行日线，我们再看小消费，这些都是走出了非常弱的这种形态，而且这个弱还可能会继续下去，而且可能会更弱。那我们再看小型银行、小型消费以外，来看这个航空。航空也是走的非常差。那么一方面，我们相信很多朋友也分享过了，就是投行麦克瑞尔森在这段时间又创空，尤其是对于经济数据，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宏观上是大空，这点我已经说频了，说了非常多次。那么在这个细节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是市场上已经在做一个什么呢？对于 recession play 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期。好，那么我们下面呢，跟大家就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对行情进行一个推演。好，下周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周，它是我们一年中3次就是一年中只要3次有这个四巫日。那么9月份这个四巫日，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往常出现四巫日的时候，往往都会是一个什么情况？都会是一个类似于转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看大家看，这是马上9月份的好了。那么你其实在图上你看四巫日特容易，因为四巫日衍生品在过期，所以它爆巨量。大家看今年的这个3月份是不是这是一个四巫日？
对吧？这是一个四五日，那么向下这一波推到四五，那么它是一个做了一个什么形状呢？那么这个四五日之前从12月到今年的3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四五呢？它做的是一个叫做一个这个倒 V 字形的，那么先一波涨之后下一波推到了一个低点附近，也就是衍生品都压到了一个低点附近，释放出了一波上涨行情。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上涨行情。那么这个位置上，在6月份到9月份的这个四五，它又实现了一个就是倒 V， 又是一个先向上推再向下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说在下周它的行情是继续向下推啊，比如说这个位置上向下推，甚至于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跌幅出现的话，那我们在4345左右，也就是在4350，咱们或4345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可以观察到，如果向下推很厉害，那我们向下推100多点吧，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个市场上是否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再说一遍，如果是下周是非常大的恐慌向下推，那么向下推的过程中，我们能否就观察到一个买点？好，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地方是向上推，或者说向上的 bias 比较大，但包括我自己的一个预测，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向上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虽然我们看到是风险的一个积累，在风险积累的过程中，它仍然可以向上进行一个释放，完成一个次高。那么它上面那个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4550左右啊，或者说在4600之间。那么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只要不管是次高还是出现一个新高，是我现在的这么一个判断。我认为市场的现在的话，如果要跌，它应该直接下，但是一直都没有下去。这么多问题出现了以后，它还在这维持，它要可以继续向上释放这些很多 put， 包括我们说 PCC 非常高，为什么大量 put 在交易大量 put 这个持仓？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咱们说伽马的数据是偏负的，向上拉升，把这些衍生品这个松绑了以后，如果深度不能跟上，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预期的是，那么这里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险的释放，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推演的时候，如果这是攻上去的话，攻到这个位置上，后面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比较凌厉的这么一个容易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几方面说，一个是衍生品的释放，还有一个我们说市场深度这个 setup 会比较弱。那么如果它就是下周我们就直接跌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反而是偏多的。我们这在找我们在这个实时的判断的时候再去看有没有找到一个机会。那么回顾到四五上，咱们来看这个之前呢，尤其是9月份往往都是有一些波动。大家看，你看这个9月份，去年的时候也9月份，你看12月这是底吧，然后这是3月是底，9月份上一次的9月份，大家看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做，因为9月份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反弹之后，下面也是一个底，它没有形成底，而是一直又向下，所以这个去年的9月份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是顺着这个下来了，没有形成转折。那么在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6月份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底，对吧？去年6月是什么明年底？然后呢，去年的这个3月份，大家看也是一个底，对吧？3月是底。那么再往前推的话，之前呢，21年的12月份，这里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什么？12月份的这个死无结束之后它是一个新年，然后呢，它形成的是一个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不去太多的判断，包括我们之前年份再去之前年份可以看到，20年其实这也是死无，20年大家看20年的9月，其实这也是一个底。然后呢，20年的这个12月没有什么太多，12月这个就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了。然后呢，20年大家看6月份的这个地方也是形成了顶，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四五指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根据四五指这个特性它不是代表说这一天就一定怎么样，但我们通过观察和咱们观察和经验，它不是100%一定，但是在这些位置上就容易，因为你衍生品是几个 trailing，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形成一个转折，所以在下一周如果能耗着或者横盘再折腾，我们在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会出现一个趋势。好，那我们回到30分钟的一个走势。那么30分钟一个走势的话，我们刚才说了，这里30分钟的话，这一波下来之后，那么我们如果说这里是个小的底部的话，它再向上形成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随时随地就可以结束。那么如果这一波向下走也没有问题，但向下走的话，我们就要再以其他维度信息对它进行一个观察。那这就是我们对于行情的或者说大盘的这么一个应对和推演。那么下面呢，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来分析一下我们的哼哈二将。好，那么我们先看哼哈二将中的特斯拉。特斯拉在这位置上走的其实是非常强的啊，走的是非常强的。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系统啊，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是还可以啊，还可以。就是说，你如果是咱们复盘或者看我们的系统，觉得哎不错，这系统不错，但你真正身处其境的时候，你发现这一波是非常 FOMO 的啊。这样的系统一让你数的或者出了一个差的信号，你这非常 FOMO， 绝对就要骂街啊，绝对的就得骂街。所以说，我们是要结合趋势，结合具体的位置去做啊，因为我们这种系统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呢？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没法让你说具体的就得精准到一个什么点。包括像这个地方，你要真买进再走这儿，那就得爆仓了，或者说你骂街啊。那么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指导。那么这个位置上出现的低点，加上我们所画的黄线，它像弹上来之后，我们说为什么我说一直都没做，在等什么机会？等这个机会。啊，我在上次视频中给大家分享也解释了啊，也非常解释了，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我所要的机会其实出来了，出来是什么呢？我希望的是出现一个横盘的一个收敛，然后呢再出什么呢？再出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偏多的啊，因为在这个横盘收敛的过程中，在这儿横盘收敛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个段的套牢盘，大家看这里其实是一个中枢。中枢里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交易过程中产生套牢盘的地方，在这个位置上对它进行一个置换啊，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置换，置换下来之后，你在这个位置上就容易产生新的趋势。那比如说我们说上一轮的下跌过程中也是，这一个跳空跌下来，好多人害怕，那你其实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买多。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个地方连续出买点了之后，其实心里也非常慌。我们的买点这儿出来之后，你在120，那下一到100，你20%的亏损啊。你这几个 K 线其实大多数人都受不了的，所以你这个大概的底部出来了以后，你大概这个底部出来以后，你还没有转势，而这个地方才会转势。就是你这个位置左侧虽然告诉你这个可能是底了，你的均线在这儿一旦形成，你看这儿一旦形成个小的区间一突破，就是一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波。那这块下来之后，大家看它完成了以后，你也不用着急说非得在这儿炒。假设我给你这儿一个买点，你就买吗？不用，而是耐心的等它在这儿形成了一个什么，把上面这些套牢盘进行一个置换，置换下来之后，才能继续向上的这么一个拉升。那么我们看到特斯拉在这个过程中就在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现在均线是多头排列啊。那么它就是难做，这个所谓难做吧，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特斯拉很好做的了，就是没法比特斯拉好做。就是这个位置上啊，我们把这个系统关掉，你再看到原始的 K 线上来看，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是在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盘整区啊，盘整区。然后这个盘整区之后就是出方向。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纯粹的啊做多的这么一个交易，而是我在这个位置上选择了一个看它现在的 IV 也不是非常大。而这个形态我认为不会再坚持太久，就会出现方向。那么我向上选择的是什么呢？是12月份的一个，大约是在现在是250，向上呢是上下各应该是30以上的这么一个波段。那么上是280靠，向下的话是220的靠，同时呢就是由220的 put 说错了，220的 put。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下面的话，如果要想接股的话，还可以在170，就是这个位置上，170左右又卖了个 put，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靠是比较贵的。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发现靠比较贵以后，我又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我在上面又卖了一个320以上的这么一个靠，形成了一个反向的一个铁鹰，而且它在这个位置上，只要是说，比如说你再横一段时间，我可以再把那个两边铁鹰不是4条腿嘛，那个卖的2条腿再关掉。那如果再继续横的话，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它一旦形成方向，那么都是一个上下差不多是一个能翻啊。如果走出方向，它都是能翻大约6倍以上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向下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完全就可以让我们这个组合至少在2到3倍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个相对中性的。那么
如果不做期权策略的话，我认为是这样。我上次在咱们的这个社区贴我贴到了，不着急做。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和散户最没有的就是一个耐心，就是非得就抓到那个去抓那个低点，非得要做，就是不做也难受啊，着急啊，就每天就跟猫抓心一样，就挠墙啊，对吧？就得挠墙啊，你不做得挠墙。所以说我们不用特别耐心，就是不用挠墙。你上面是什么呢？上面的话，我们的突破是在260，下面的话典型的240，而且还都是整数位，其实是非常好看的。如果这里有效的突破，你突破了以后，你也可以等它一回调上，那这个就不知道是冲起来再回调，还是说不回调横盘上。你冲上来这个点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买多，然后呢，止损就放在这个大沿线一半，你就250多就可以。因为你一旦这个地方，比如说260多买了250多止损，那差的就是10块钱。你向上一突，那么至少来探这个300或者290，你就是一个3比1以上的这么一个交易了，好吧？那么向下也是，向下如果这个阳线所在的这个位置上，那么说这是一个突破，它又横盘嘛，你就守在这个叫守 K 嘛，就在守在这个位置上，守在这个位置上的话，这是一个小盘整区。那么你其实可以在如果跌破240的话，你240跌破了之后向下，甚至于跌破230都可以。它最差的话要跌到210，如果210再破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就要奔这个地方去了。所以你向下的这个损益比也是非常高的，都可以等到它出了这个方向你再做。但是我给大家2种做的特斯拉的方法都给大家了，一方面是咱们说的一个是期权策略，一方面我们说的是一个咱们说的做股票的方向。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英伟达的走势。好，英伟达在最近这个走势呢是这样的，就是我看到了大量的一个阴谋论，就是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大家疯传的阴谋论，而且是这个英语上的一个阴谋论非常多。有传闻是说它这个里面它的这个卖出是有问题的，就是它现在这个财务上在怀疑的是它财务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黄老板在这儿卖的是他的内部人士在这大量的卖出套现那么卖出套现呢，一定是一个相对高位，他们来做套现，这个无可厚非那么如果要是假设说咱们说英伟达是因为财务的问题，或者说是因为披露信息的东西有问题的话，那么就不是简单的回调问题了。那么它这个一旦说假设说，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但真出问题的话，那它的目标就是归零了，就是往归零这方面去，那必然会带来市场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就跟安然那个事情，它会带来新的一轮的一个熊市的一个相当于引子，或者说一个 trigger。200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2000年的熊市是3波，一波是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的一波大的下跌，然后之后是911光来这么一下，之后刚要反弹又来一个就是安然的那个财务数据造假，直接大的公司倒闭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英伟达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说现在大家的质疑，既然是质疑在这个画上，那么假设这个地方是事实，假设它是事实，那么你就意味着那它不是说一个回调的问题，它就是归零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要是担心的话，首先第一点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卖 put， 我再提醒他，这个位置上不要去卖 put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女大也是英伟达这个地方，它的期权现在的价格几乎是零，几乎是零。什么叫期权价格是零啊？就是当下期权所在的价值，它的 percentile 和它历史上今年260多天、250多天这个相比，它的比例是排倒数第一，所以它是零，都不是1，是倒数第一。所以意味着大家可以看上面这条线，就是它的整个波动率还没有完全，就是历史波动率这段，因为2波大涨嘛，历史波动率还在高位，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它的隐含波动率已经来到了历史的这么一个最低。那么它的整个的期权价格是最低，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就非常好做了非常好做。那么怎么好做呢？那看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开一个类似于期权，仍然跟刚才特斯拉的样子一样，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这里一个400左右，也都还整数位，你看400左右的这么一个上面下沿和上面大约在500左右的上沿，你正好中间现在停在了450，就开始大家注意开一定要开12月和以后的，
而不能说你说贵啊贵，那你没办法，那就没法办了，就是因为你要开一定要开12月以后的，这样的话我们做这种所谓的反铁印或者说反向的这种策略才会有效。那么上面的500如果是比下面的400要贵很多的话，你可以再向上比如开一个650啊或什么的一个做成 spread， 就是我们说的价差。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英伟达和特斯拉其实双双可以选择这样的策略。而对因为特斯拉来说，特斯拉的期权现在还不是特别便宜，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等待它出现机会做波段，而突破260或跌破240做这种波段的一个机会。对于我们一个职业交易者来说，我才不管你是在股价在什么位置，所谓的高或所谓的低，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法判断股价的高低的。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看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股票了，就是好喝饮料。好喝饮料，这是我们在这2年都一直在关注的非常强势的股。大家看，当时在这个地方突破的时候，我们在盘后我是做的115到120的一个买入。当时在这个位置上，大多数人不敢做，因为觉得这个位置上太贵太高了。为什么？从多少钱来的？从3块涨上来的啊，从3块涨上来的，你这个太高了。但事实上，你从这个高点到现在比200了，那你从那个位置上到现在，你从这个突破的点是100到200，它已经翻倍了。那么到底这个位置是高还是低？这个位置是低啊，很多人都理解不了这个。所以我们在看的话，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setup。现在英伟达的这个 setup 没有特斯拉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在下周我们说上周和上上周的选择是做亨不做哈，那下周的话，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做哈不做亨，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这个位置上的 setup 没有特斯拉的好，所以但是它的期权价格在这个位置上是非常低的，所以因为我很少做买期权，我们大多数情况都是做卖方。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会选择买方，因为在技术上也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这样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好，那么再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操作。操作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的是 DIA， 然后呢开的 QQ， 9月5号、6号分别有2仓。秦龙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情绪，没有机会。然后呢，比利的话，我是一个错误操作，在上个视频中我讲了，我这个地方是一个判断的失误啊。然后 DA 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负面消息之后呢，再次选择了止损，然后开仓呢是 no。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交易。好，如果你对我的交易非常有兴趣的话，大家别忘了，一个是我们的 Discord， 我会在这里更新，比如像英伟达这个位置，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500、200、600、400的这么一个这个东西，我其实已经都给大家非常具体的讲过了啊，非常具体讲过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在 Collective 2上。这是我们其中一个网友对我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一个需要，说这能不能在这上更新，我也选择更新。我们的这个 CCCC 策略，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交易呢，其实还在磨合嘛，经常打错，或者说经常忘了更新。那么在这段时间，我的这个开仓其实也都在这里做了一个模拟，也做了一个模拟。到时候呢，就是用实战的成绩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当然我也特别明白了，就是说大家最看重的就是什么？最喜欢什么胜率70%啊、80%啊，然后呢，什么一年翻7、8倍啊？大家总想是做这个一年翻7、8倍的人。大家记住，股市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1年3倍易，3年1倍难。就是稳扎稳打能保住财富，就是赶上20年这一波，大家赚钱都能赚钱，赶上一波大的行情都能赚钱。但是3年1倍难，能守住你的江山，守住你的财富，能经营好你的账户，才是真正的实力。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那么个股问题大家留言，我们会跟大家再次进行一个更新。如果大家喜欢视频，别忘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